这里边都是咱们熟人啊。当我们往下翻的时候，你会发现贾跃亭，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会议的议程，贾跃亭老板会在6月15号到6月17号来到武汉。大家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呀？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变大了，又变大了1周岁啊！过去1周呢，科技圈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让主播逐个给你表扬表扬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的话呢，可以把哈哈哈哈啊这4个字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现在开始。好，那照例呢，我们先来看苹果的消息啊。本周呢，苹果有很多的好消息。首先呢，就是关于 iPhone 15啊，需要说明一下呢，现在呢已经是在618的最后1-2天的时间了啊。这2天的话，各大电商平台都会有不小的促销活动。我个人的建议是，618是你购买本代 iPhone 最后的时间节点。618之后呢，随着优惠取消，我的建议就是你不如就直接等待到9月末10月初 iPhone 15上市的时候再说啊。好，那来看一下 iPhone 15有哪些好消息呢？第一个消息就是知名分析师表示呢，苹果将会在今年上调 iPhone 15的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又涨了？当然啊，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啊，更多的情况下呢，是基于过去这些年的价格分析导致的。实际上，最近几年的话呢，苹果的价格一直是稳步提升。当然会有同学说，我看好像一些起售价也没变化呀，但是你得看它的容量变化。啊，比如说64啊，或者是所谓的128以及256的这些容量配置，那可是不一样的。你别忘了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存储的价格是什么走势，再结合 iPhone 的价格，是不是？所以分析师啊，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吃干饭，是吧？他这些信息呢，你还是得往心里去。好啊，那有同学聊到说，既然说 iPhone 15要涨价啊，那我能不能买之前的产品呢？啊，比如说再老一些的经典机型啊，举例刘海屏的始祖 iPhone X 呢 ，iPhone X 呢，行不行呢？那注意啊，要买的话，你可以趁现在。从最新的消息显示 ，iPhone 10、iPhone 8啊这些惊险的机型呢，在本代 iOS 系统发布之后，将会贬值40%以上。为什么？看一下同学弹幕啊，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啊，今年的 WWDC 开发者大会发布的 iOS 17一个重要的更新就是淘汰掉了一些老机型，包括经典的 iPhone X 和 iPhone 8啊这样的产品啊。内存当然是一方面啊，算力也是一方面啊。总之的话呢，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将不再获得下一代的 iOS 17更新，也就意味着在苹果的系统序列当中，这些产品呢，事实上已经等于过时的型号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产品最终将会沦为玩一些老游戏啊，或者是听听歌啊，大概就这样子，因为它已经不能作为日常的主力机型使用了，所以必将有大幅度的贬值。当然，这不是瞎编的，还是根据过去这些年的一些经验。那这里给你展示的是去年啊，就是22年的时候的一个价格，在新产品上市之后啊，正式版本的 iOS 系统推送之后，那么之前的价格会有一波明显的跳水，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况了。那简单来说的话呢，如果你现在手持 iPhone X 或者是 iPhone 8的话，可以考虑适时出手。那如果你想买 iPhone 8或者是 iPhone 10的话呢，你就可以适时的收手。好，那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表示说，我自己手里的产品什么时间过时，什么时间危险？答案非常简单，根据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统计呢，苹果 iPhone 的 iOS 系统，包括 iPad OS 的平板电脑系统，它们的更新周期啊，保持更新的周期大概是5年的时间，也就是你的 iPhone 的保值期大概就是5年。那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自己用的最长时间的一部手机用了几年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看苹果最新申请的专利啊，有同学说看专利有啥用啊？没准哪一天这些产品就会用在下一代的 iPhone 上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是苹果最新申请的一个很神奇的专利啊，这是什么事儿呢？这上面长满了小泡泡，这是干啥的？什么意思啊？原因很简单啊，这是目前苹果申请的一项全新专利，它的目的呢是保证机身更加的耐磨啊，这是啥意思啊？它不会再继续采用这种我们看这种平直的外观，而是在上方的不同的区域啊放上这种凸点。那这些凸点呢会采用不同的材料排列方式以及不同的材质，包括但不限于金属、陶瓷组成的空间复合材料。
那我们知道现在呢，主流方式采用的都是玻璃，因为它比较耐磨啊。缺点呢就是易碎，所以呢，如果我们放上一些其他的材质的话呢，能起到一些加固的作用，有点类似合金那种感觉。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凸起，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样的外壳啊，将会使得 iPhone 的整机呢不再去摩擦你的桌面啊。换言之呢，未来的 iPhone 的背板啊将会更加的耐磨，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防止背板的大面积磨损。要我说这个专利，来吧，大家觉得这个专利有没有用啊？觉得有用打1啊，觉得没用打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问我有没有用，我个人觉得没啥用。为什么呢？当我们把手机横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对吧？最大的3个凸点它就在这儿呢。我这个手机放在屏幕上，压根儿它就放不平。我这个背板想磨它都磨不了，所以还用得着你这个专利吗？是不是？你看苹果原来这个凸起啊，应该说呢非常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背板。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专利方式了啊，所以压根儿这就是，要我说吧，你还不如搞点有用的专利。为啥呢？不是小凸点吗？咱们大点凸，对不对？直接给它改成气泡纸的样子，咔咔咔一顿挤，哎，是吧？这多爽！又或者你这凸点还不够密，你要不想给它整这么松，你给它整得密一点，越密越好，就对吧？你可以磨指甲吗？所以啊，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啊，苹果公司的高管啊，我说的话，对吧？你往心里去，别的地方都是收费的。库克开会啊，对所有高管说，要不还是让男主播来上班吧，要不然他老在那直播，我怕他泄密。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了啊，618期间呢，是我们认为最后一个购买本代 iPhone 的时间节点啊，过了之后就不再推荐了。那么现在 iPhone 14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大电商平台的促销。我可没说是哪个平台啊，你自己随便去找，基本上都是降价这些。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iPhone 14的价格是在4600，14 Plus 呢是5400，14 Pro 呢6100，14 Pro Max 呢是6800。当然，这都是要结合到各个平台的优惠券的一个情况下去购买啊，大概是这个情况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会在618这几天来购买数码产品吗？会同学打个1啊，不买打一盖，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那这里不光是 iPhone 啊，在618期间的话呢，其他的电子产品也在降价啊，比如说咱们一直关注的固态硬盘，几个月前啊，2T 的固态呢跌入1000元的时候，咱们就惊呼啊要跳水了啊，但是几个月不到，现在呢2T 的，注意啊，2T 的固态硬盘已经跌到了500元以内啊，460，而且不是小品牌啊，不是杂牌子啊。有人说是不是就那个个别的啊，并不是啊，多个品牌都已经降价到500元以内啊，2T 的。如果是4T 的固态呢，价格是在1100左右啊，这还没叠加各个平台的优惠券，它是一个标准的售价。如果你叠加它的优惠券，价格可以做到更低啊。来看本周小米的消息啊，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印度方面呢，对于小米这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啊，最终呢归结一个字，就是要钱。那目前呢是涉及到48亿的资金可能被没收。之前呢一直有同学调侃啊，说这个印度挣钱，印度花，1分钱你也别想带回家啊。我觉得这些同学还是太乐观了，并不是让你在印度花钱，而是没收想花钱美的你。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小米呢这笔资金能不能够收回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觉得能收回打一个1，觉得收回不了打一个2。好了，还有弹幕表示啊，小米是不是就好欺负啊？是不是就欺负咱们中国企业？还真不是啊！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啊，了解印度方面的一个营商环境啊，应该就会有印象啊。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啊，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那么海外巨头呢，纷纷在印度折戟沉沙。在印度被罚款啊，巨额交纳罚款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苹果、谷歌、亚马逊、三星、OPPO、vivo 以及小米。这些企业呢，基本上呢，罚款都是几亿起，基本上就是你干了好久啊，白干了，大概就这个样子啊。有同学问啊，那有没有被罚款的呢？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我明哥判断的非常的准。2022年的时候，荣耀 CEO 赵明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荣耀团队呢已经撤出印度。还有那记者问呢，荣耀你为什么要撤出印度市场啊？赵明表示，那80%都倒了。那你说这波啊，明哥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的。
好，那有同学问到说，这个咱在印度做买卖就没啥好办法吗？就中国这些企业，你是要不就被罚款，要么就撤离了，就没有点是吧？那样的企业吗？还真有。根据早间新闻报道呢，因为环保方面的限制印度呢要购买电车，豪掷20亿要购买中国电动客车。比亚迪表示买可以，但是呢你先交钱，不交钱的话呢车可以给你，但是电池不给。先付款后发货，不见兔子不刹车，对不对？你看你不是买1000台吗？你全款到了再给你发。掌握了商业的精髓，是不是？你只要不想挣印度的钱，你就不会亏钱。这一台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了，这是来自于 ROG 的掌机。该说不说本来呢这个 Windows 掌机市场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整体来说呢玩家也不是很多容量也不是很大。但是没想到 ROG 入场这可是巨鳄来了。实际上让大家的关注度呢空前的提升，以前可能不打算买这种 Windows 掌机的用户也关注起来了。那我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根据以往呢我们对于 ROG 硬件的一个了解，一般来说它会有不少的创新点。比如说这台机器呢是支持高刷新率，重量呢也不是很重，配置呢采用的也是 AMD 最新的独家定制的处理器这排面属实是拉满，甚至呢还能够外接 XG 显卡扩展坞变成了一个超强性能的小台式机，还是让人非常惊讶的。来吧，问大家一下这么一款配置拉满、品牌又领先的产品，你觉得定价多少钱合适坦白说刚看到它的配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配置怎么说也得卖到6、7千元这个不夸张，因为近似配置的其他厂商产品就是那个价格。但是当它公布价格的时候，4999，当时直播间就沸腾了各种弹幕确实这个价格相当的惊人，败家之眼它也不败家了现在改持家之眼了。我这勤俭持家 ROG 是吧？吓死我了，我就没寻思它有这个价格当时确实是给我吓了一跳。于是呢我就冲到了直播间，想要第一时间购买这款产品。大家猜猜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我在买的时候这个框它就没亮起来过，点开就是灰色的你就反复刷啥也没有。注意这是第2轮预约人数昨天第1轮预约人数有点忘了但是比这个多得多。那么第2天呢已经有首批用户抢到了，评价人数呢高达30人当然应该会有很多用户抢到了但是还没收到，收到了他还不想评价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首批销量是多少还有人问我这个配置卖4990到底值不值你不如问我这怎么能抢到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就这个东西拿到手里就是赚。为什么？你往后看，同样一个平台，官方店是这个价格，你往后看其他所有的店铺是什么价格？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它的发售价格明显低于它的市场预期价格。就说白了就是一个产品定价100如果你50块钱买到它，你当然觉得很超值了。但是呢你实际上市场上200块钱你都买不着，你就是这种情况。OFO 小黄车相信大家不陌生。来吧，骑过的同学打个1，没骑过的同学打一个2，交了押金没拿回来的同学打个0我看看有多少人失去了那199元。具体有多少人失去了我不太清楚咱们来看一下新闻的报道，约1600万人的押金还没退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多少钱呢？199乘以16001234，就是这些钱0都显示不出来了，横过来大概就是这些钱。小黄车当年也是2巨头之一，创始人戴威呢也是实力强劲，在销声一段时间之后呢，目前已经赴美开始2次创业。那目前他所创业的项目呢叫做 About Time Coffee 是做一个咖啡店。那么这个咖啡的模式呢有点类似于瑞幸咖啡，采用了大额补贴的方式。其他家比如说星巴克，售价5美元、10美元的咖啡，在全新创业项目里面呢只售2美元、3美元。简单来说就是补贴咖啡。来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戴威这次2次创业在美国能不能成功呢？觉得能成功打个1觉得还是不行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网友评价用我的押金请美国人喝咖啡怎么想的？
还有同学表示，哎，这个戴威啊，不是被限制高消费了吗？那他怎么去的美国呀？从国内去美国，你坐飞机还不得个几千上万的？难道他是骑车去的吗？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如果一个人被限制了高消费，他不能坐飞机，怎么去美国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其实呢，出差啊，坐不了飞机也是可以的啊。之前呢，也有被限制高消费的同学啊，坐了17个小时去上海出差，所以这些成功的经验呢，都是可以去借鉴。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小黄车创始人戴威啊，在美国创业的这个咖啡啊，目前好像经营状况堪忧，有可能又要失败了。这样吧，我估计啊，可能戴威也在看咱们的节目啊，我们给戴威起一个小小的主意，你不如呢就加入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团队。法拉第未来造的是车，你呢可以造一个法拉第未来自行车，强强联合了，属于是。大家觉得戴威和贾跃亭他俩合作能不能取得成功啊？觉得成功打个1啊，觉得取得巨大成功打一个2。来看我们贾老板啊，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最近几个月呢，我们着重关注了法拉第 FF91啊，在美国发布的消息。那么这款车呢，售价210万啊，目前已经开卖。下了定金的同学打个1，打算看一看再说的同学打一个2，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那来看看最新的关于贾跃亭的相关消息啊。首先呢是本周最新文件呢是限制贾跃亭高消费啊，这是最新的执行令。有同学可能没见过什么叫限销令啊，那这边呢咱就给大家来一个实际的啊，限制你实施以下高消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火车卧铺，不能坐轮船2等以上舱位啊，这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么限销令已经公布啊，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贾跃亭什么时候能回国内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好，那我们从最新的一个大型会议得到消息啊，贾跃亭呢这周就回来，咱们一起看一下啊。首先呢，这是第15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会议议程呢，是从6月15号到6月17号，恰好就是最近这几天在武汉召开。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参会嘉宾，这里边都是咱们熟人啊，包括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啊，以及其他的诸多高管。当我们往下翻的时候，你会发现贾跃亭，法拉第未来创始人兼首席产品运营官。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会议的议程，贾跃亭老板会在6月15号到6月17号来到武汉。大家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呀？觉得是真打1啊，觉得不可能吧？打一个2。好，这是参会的诸位嘉宾合照里面找到他的，这个不是瞎编的，这好。那一转眼间啊，这一天就到了。我们来看一看贾跃亭现身国内。那媒体报道呢，在本次论坛上面，贾跃亭现身发布了视频演讲，这远程连线了，属于是啊。演讲里面分享了他在美国创业的思考，对于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理解。这场演讲啊非常的精彩啊，其中一句话呢让我印象深刻。贾老板表示呢，创业啊造汽车不需要烧太多的钱。怎么理解这句话呀，同学们？不需要烧太多钱的意思啊，我估计啊，我猜的啊，我瞎猜的啊，就是不需要烧太多自己的钱。投资人表示，你是懂烧钱的啊，你是懂烧钱的。好，有同学表示说，为什么这个国内的论坛要请一个被执行人呢？这样合适吗？大家觉得这个论坛请贾跃亭现身啊，是否合适呢？觉得合适打个1啊，觉得无所谓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很多同学表示啊，你就不应该让他再露面了。我觉得啊，这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咱们呢一定要站在债主的角度。债主可不怕他出现啊，就怕他消失。只要你这个人还在啊，我的钱还有希望。如果你这人消失了，是吧？行吧，你还是天天出现吧，你还是天天演讲吧，你还是天天窒息吧，对不对？所以啊，债主不怕他出现，就怕他不出现。好了那还是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觉得最终贾跃亭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呢？什么时候能回国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当然啊，咱们弹幕都是猜测啊，最终呢还是要看贾跃亭本人的回答。发布会最后他说道，无论成败永不放弃。OK 啊，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啊，大家觉得谁啊最值得表扬呢？如果还希望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家厂商的话，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大概率啊下周你就看不见我了。要想下周啊再变大1周岁的话，关注一下，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